嗨，各位屏幕前的小伙伴们，大家新年快乐！2023年就这样不知不觉的过去了。这里想要问一下大家一个问题啊，过去的这一年里面，你花的最大的一笔钱是买什么呢？如果要我的话，平时都是买手机啊，还有电脑啊，最多就是给自己买了辆小车。然而今年我问别的 UP 主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和想象中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可以说个个都是重量级。那今天就让他们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今年花的最大的一笔钱都买了些啥。首先有请第一位好贵好，我是 Steam。好，我是 Tim， 很荣幸受到切雷的邀请，来和各位分享一下我今年最大或者最好玩的一笔消费。要我说的话，应该是我们这个花了6位数还是7位数，10到100万或者更多之间。你也开始玩区间了，6到7位数之间的这么一个显微镜，来自基恩氏的这个 VHX7000。这一款显微镜真的很离谱，它能拍摄各种各样奇特的超级微距的画面。拔根头发看看，我们这样很像那种山上的猴子，抓跳蚤。我自己手拔，哎，不是，别拔这里的呀，这里的，拔后面的吧。你这个能叫头发，你这是鞭毛。正常我们的认知显微镜可能是这个20倍或者100倍，但这个显微镜可以在光学层面达到这个6000倍的这么一个比例。它也就是说可以拍到很多芯片的逻辑门，就是它1010那个结构，这我觉得应该还是非常特殊的一个东西。我们目前还在探索这个显微镜的用法，但是将来的话，我们可以出一些视频来给各位展现一下这个显微镜能够拍到的东西。我们有些在设想之中的，比如说拍苹果的这个安系列的芯片，然后拍各种矿石，拍水熊虫，各种奇怪的生物都可以用这个显微镜来拍，所以可以期待一下。显微镜我也有啊，只不过影视剧朋友是专业版，我的是正损版。虽然放大倍数最多就只能到60倍啊，但是用来拍屏幕像素排布什么的还是很够了。而且这台机器几乎拍过我们手里每一台手机的屏幕，可以说是劳苦功高了。那么接下来这个是真的重量级的大家伙。感谢犀利的邀请，找一个最好玩的不容易，但找一个最贵的那个太简单了。我们买了一台这么大的机械臂，为什么要买这个臂呢？其实我们原先就有一个小机械臂啊，就在那里。这个机械臂已经非常够用了，我们的很多创意镜头，比如说相机从金属画间拉出，还有数据线在空中与手机对接，其实都是用这个小机械臂拍摄的。那为什么我们要买这个更大的呢？这个是因为我们工作室在去年要做一个很长的 DIY 项目，这个东西最后做出来有4米长，那该怎么拍这个有4米长的东西呢？所以说我们就采购了这个也很长的机械臂，它的臂展有3.2米，几乎可以覆盖我们整个拍摄间，可以说是大大超过我们的需求了。但是买这样一个东西还是非常麻烦的，因为它接近有1吨重，把一个这么重的东西搬到写字楼里面非常费劲儿。在搬到我们工作室里那天，它不仅压塌了我们工作室里面的地板，连楼道里的地板也被压塌了50米。最后我们赔的物业9000块钱。于是最后我们决定叫它改样。哎，你别说啊，这玩意儿还真不是图一乐的。前2天 UP 主们一起聊天的时候，听他们说要买机械臂，这帮人还真把市面上的都研究了个遍。如果不是要实现何同学那种超级镜头，只是当一个三脚架的话，还有更青春版的选择。据说这种机械臂手臂的部分出自一个日本的公司，大概几万块钱，但是有另一个公司给他加了个底，就是这个推车就卖到20万。小伙伴们创业方向有了呀！不过前面这都是属于投资的是吧？这不得来一个图一喽。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拉。那关于我今年买过最贵或者最有意思的东西，那想来想去，我觉得要不就这个吧。这是我今年买的一个纯金的劳力士的古董日志手表。那这个东西我的买入价差不多是10万元，应该是我今年最大的开销了。为什么要买它？是这么个事儿，因为我差不多2-3年前就开始看各种表，但是呢，我就发现像是劳力士啊、爱彼啊、百达翡丽这种表，你去它的店里，你永远什么也得不到。每次进店里就是不好意思没有，不好意思没有啊，我们不接待，不预约，我们不让进，就是很烦，你知道吗？然后有一天呢，我就看到专门卖中古表的店家，然后他就上架了这么一块表，然后看了之后，他跟我说这是一块来自1991年左右的劳力士，也就是说至今它已经问世32年了，比我的年龄还要大。那这种表如果在专柜现在买全新的话，差不多是34万左右。我觉得我这辈
辈子是不可能在专柜能买得到了。那既然正好遇到了，我觉得这个我还挺喜欢的，就算是拔草吧。那我也量了一下这块表的重量是133克，那劳力士的黄金表差不多是75%的纯金，我们刨去机芯，一共用了差不多有90多克的黄金。那按照现在的金价，我把这个表直接熔成金子，也能直接换算成4万5左右。那我觉得对于一个男生来说，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装饰，可能唯一能够算得上装饰品的，也就是手表了，所以就说服了自己，如果有特别应急的情况，我可以直接把它熔成金子变现。但是我也友情提示各位，这个我买不代表我推荐你买。这种古董劳力士表水很深，千万不要轻易入手，包括机械表，因为这种东西它的走时还是没有办法跟现在的智能表、电子表相比，所以只能图一乐。OK。本来呢，我可以说是对机械表一点兴趣都没有的，我就想问问各位，有人觉得劳力士好看吗？但是最近呢，纳豆给我多发了几张图，我就发现啊，这些机械表怎么越看越眉清目秀的，怎么看久了甚至觉得还有一点点好看呢？而且那些100多万的表看上去很图一乐，细看的话还真是有设计的。纳豆给我介绍的时候还说，很多的品牌表买回来的时候竟然还会升值，所以这到底是理财产品还是消费陷阱呢？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大家好，我是名水母的涛涛。应千里的邀请呢，我想分享一下今年买过最有意思的东西。今年卖过一些相机，然后也买过一些。那其中让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我手上的这一台叫做 Nimslo 的3D 胶片相机。细心的朋友可能会发现啊，这个相机和一般的相机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有4颗并排的镜头。那这就意味着它可以一次性拍摄4张主体大致相同，但是略有视差的照片。这个相机的操作也非常的简单，它是一个纯的傻瓜式相机，它既不能控制光圈，也不能控制快门，然后你只能在这个地方来设定一个100或是400的底片的 ISO， 然后你甚至不能够对焦，因为它是一个泛焦相机。然后拍摄也非常的简单，就是第一步把它的片仓拉开，你可以看到啊，这就是一个4个半格的这样一个画幅，然后把135的胶片放进去上片，合上。由于它的光圈非常小啊，据我所知，它的光圈只有 f11，所以说在室内呢，基本上是一个不可用的状态。那这个时候我就会选择装上它附赠的闪光灯，反正我在室内的时候就直接拿闪光灯怼人拍了。冲洗完毕之后呢，你就会得到这样的4张为一组的立体照片了。那这个时候它还只是物理形态的胶片，所以说你还需要通过翻拍或是底片扫描的方式把它数字化导入到你的电脑里面去。那最终的成片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苹果在近段时间才推出了像 Vision Pro 或是空间摄影这样的新奇的概念，但其实这样的想法和概念在上个世纪的胶片时代啊，其实就已经有雏形了。用它，你就可以拍出上个世纪的 live photo 或是空间摄影或是视频了。OK， 这就是我本期的分享。那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我们频道以及我们后续的作品。那悄悄告诉大家的就是牛顿已经在做了，敬请期待吧。OK， 把这个话筒还给切里。前不久，苹果推出了更新，让 iPhone 15 Pro 系列支持空间视频的拍摄，视频的效果真的无敌炸裂啊！拍完之后，它可以转换成一个这样子的视频。用 Quest 3看的时候，就很明显的能感觉到这个玻璃上面的雪是粘在眼前的，就很难想象等到苹果的 Vision Pro 出来之后，在那上面看空间视频会是怎么样的体验。哎，这是我今年买过最贵的设备，就我身后这个先看的赛博摄影棚了。年初的时候啊，我们去杭州拜访了 Team 的团队，当时看到那个天幕灯，我们觉得这个灯真的很好，但是不知道怎么做的啊。当然行业里面已出现了99%显色指数灯 ，Team 跟我说一定要上99%显指的，因为苹果的95%的显指啊看起来就很一般，但是99%的非常贵，做下来大概得10万左右吧。然后我们就去何同学那里又看到了机械臂啊，一问价格20万左右，更贵了，要不要上啊？如果没有这个灯，怎么才能无限进步呢？如果没有机械臂，怎么才能涨到1000万粉丝呢？所以我们决定啊都买。影视飓风的灯加上何同学的机械臂啊，就有了我们现在的这个赛博棚了。
当然我们在深圳啊，就是整个深圳有 Made in SZ 嘛，佛山的灯具供应链，我们就把这个天幕灯的价格给打下来了，然后又找到了好几家街边工厂，横批完之后啊，也把他们的价格给打下来了，而且我们又增加了一个这个5米长的一个地轨，配合整个机械臂，再加上这个可以承重200公斤的一个转台，所以我们就可以实现啊整个棚在8轴左右实现一个自由的拍摄，而且因为天幕灯基本不需要这个灯架了。当然操作这个接臂也比较复杂，我们现在尝试一些方案来去实现这种拖拽打点，摄影师只要去拖动这个接臂啊，就可以实现打点操作了。一旦整个方案稳定下来，我们就准备开始全国招商啊！大家可以扫码进入我们的这个机械臂啊团购群。如果说先看这是赛博摄影棚，那我们这能不能算是经济摄影棚？我们的房间没有99%显色指数的灯，也暂时还没有20万左右的机械臂，但我这一个房间能塞4个景啊，甚至要是再夸张一点，塞5个景都是没有问题的。那前面说了这么多都是花钱的，接下来的这一位居然有一点不一样。我今年最好玩的一笔开销呢，应该就是买了4张 RTX 6000 ADA 的这个专业显卡啊，一共是花了我20多万吧。那这个显卡本身啊，其实没什么意思，它就是一个大显存版的4090 Ti吧，对吧？这个48G 显存，规格要比4090大一点点啊，就这么个卡。但是我买它这个的故事呢，就很好玩啊。我们最早呢是打算做一个挑战 Windows 最高分辨率的这么一个视频啊，当时不是搞了5个8K 电视嘛，那就需要专业显卡才能够带动更高的分辨率啊，所以就买了这个 RTX 6000，花了这么多钱下去。结果这个节目呢进展的非常慢，遇到了很多问题，差点就腰斩了啊。那要是这个节目直接砍掉的话，就真的血亏了啊。我想也不能浪费这个显卡的算力嘛，于是啊就拿着这个显卡去玩 AI 去了。结果我发现这个 AI 还挺好玩的，对吧？得益于我们有这4张显卡庞大的算力，我们就成功整出了一些 AI 的活儿，像那个数字生命的视频，对吧？我们还因为那个视频的关系呢，开拓了一些 AI 的业务。那这个时候我就发现，我花了20多万买显卡，节目没拍成，居然倒也不亏啊！然后那一期挑战 PC 分辨率的节目呢，最后也是磨洋工被我们还是给磨出来了。而最后最关键的是呢，当我们所有的节目都做完了，这个显卡完成了它的使命之后呢，我们准备卖掉它的时候，我发现怎么它这个 RTX 6000还涨价了，对吧？因为它这个算力很高啊，这个当时正好就是被断供了嘛，所以说呢，我们在国内现在可以以一张卡5万5的价格把它卖掉，等于是我20万买来这4张显卡，水了好几期视频，帮我们做了好多业务，最后卖掉还倒赚2万块钱啊！这个真的是我这几年花过最值的一笔钱了。反正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吧。这买6位数的东西还能反向折旧。别看一个视频，我们网上看就10几分钟啊，集合完真就做了几个月。不过要是花了6位数还能挣的，接下来有请下一位。还是我。今年啊，我花的最大的一笔钱可太有意思了。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我们认识了这个频道的小伙伴。那时候的他们创建频道也有2年了，视频节奏紧凑，情节跌宕起伏。不过他们的每一帧画面都需要画师一点一点的画出来，一篇内容甚至会打磨1到2个月。这还是顺利的情况下啊，如果要经历修改的话，那需要重新设计分镜，甚至要重新写稿。也就是因为这样，他们一直处于资金紧张的状态，团队好几次面临解散。而那个频道就是迷音水母。听到他们需要帮助，恰好那个时候的我呢，也已经有了一点点的能力，于是我们一拍即合，给了他们一点支持。但是其实我跟屏幕前的小伙伴一样，对投资是一点都没有概念的。在前期确定了意向之后，我也看了一些相关的书，去恶补了一下投资融资相关的一些知识啊。到了第2个阶段，就需要确认出资金的金额和占股的比例，因为大家都是创作者，所以这个阶段比想象中的要顺利很多。那最后一个阶段就是飞往重庆，当面把这件事情给确定下来。那一天我们真的非常的开心，看到他们超级有动力的样子，也想起来1年多前我也在这个阶段，就非常的感慨。之后在短短的半年多的时间里面，他们的粉丝现在甚至要到200万了，视频的质量也越来越高，甚至关于牛顿的故事达到了1000万的播放。这个视频在抖音300多万点赞，比我的播放量还要高，这是什么样的高度啊？当时我就打电话过去恭喜水母，问他们，你们这个视频涨了多少粉呀？他们说100万。我说是涨粉多少？他们说是100万呀。所以我先提前预言一下，水母这么强，今年一定能拿个100大。如果我真的预言对了，那这缘分也太奇妙了吧！
回想起3年前，那时候的我也是在许多朋友的帮助下，才逐渐成长到今天。所以现在有了一点点能力的我，也希望能够帮助那些优秀但还处于挣扎和迷茫状态的朋友们。那我们继续听听下一位朋友的分享吧。大家好，我是陈红。我今年买过的最贵最好玩的东西呢，就是理光 GR3X（括号城市限定版）。为什么这么小的一个玩意儿从发售6000多加到8000、9000还是有人买呢？因为它只比 iPhone 重一点，揣在兜里贼方便。不但是个半画幅，还有镜头、大光圈，滤镜颜色非常足，随便一捏就出片。GR 系列呢有3大优势，第一是胶片风格不输富士，副片模式呢大部分场景都能够用，色调呢非常舒服。正片模式呢适合拍美食、风景、人像，效果呢也不错。实在是拍不好哈，直接上深山大道模式，高对比度黑白，让照片呢看起来4个字：独得大学。这个质感，什么手机来了都不好使。第二呢，就是它的画质呢不输其他更大的相机，别看它看起来小小的哈，但是呢它有2400万像素、半画幅、40毫米 f2.8 镜头，还给了微距模式、ND 滤镜，参数呢在这个体积下呢是无敌的，每张照片呢都经得起放大，加上呢理光噪点呢给的很舒服，看起来呢就很有质感。第3点呢就是想去哪儿拍就去哪儿拍，不凸起，能够揣进任何兜里，除了牛仔裤哈，这只是基础。为了能快速抓拍呢，它开机快，几乎所有的按钮呢都能够一只手操控。3个波轮，3个自定义模式，比某些专业相机哈还要大方。当然呢，它的缺点呢也比较多，续航要崩，一天呢得5块电池哈。拍视频的能力呢约等于没有，对焦速度呢也不快等等。如果是你会选择每次出门背一个大一些、重一些、比较全能的相机，还是这种镜头固定有明显缺点，装在兜里随时能拍的小相机呢？我自己平时经常带出门的相机，其实是一台没有那么专业的富士 X10，又小又轻，最关键的是拍完之后也不用咋修图，直接一个发。至于什么画质，嗨，只是简单的记录一下生活嘛，足够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Hello， 大家好，我是055，非常感谢切里的邀请，来分享一下对我而言今年最超值的一笔开销——大疆 Pocket 3全能套装。截至目前，我用 Pocket 3拍摄的素材加在一起已经超过了5个小时。像这样一张128G 的卡，我4K 60帧已经拍满了3张。3条简短的理由阐述一下我购买它的原因。这有点暗呀，我开个灯啊。哎，亮了。哎呀。亮了以后就是不一样，这谁能分清我跟彭于晏呀？第一点，让一个普通人的长镜水平快速从40分提高到70分。比方说你外出旅游拍的那些很琐碎、很抖的乱七八糟的素材，哎，现在起码能看了，它起码有保存下来的必要了。比方说我自己通过1到2分钟的指导，可以让小兰这个完全不会使用相机的人，哎，拍出一条不错的运镜啊，这是对我而言非常超值的。第二点，全能套装自带麦克风，比方说各位此时此刻看到的画面，就是 Pocket 3加这个麦克风一起录制的。如果你不是在追求极高的画质，那么它作为 Vlog 来呈现是完全够用的。再加上它有主角跟随，可以牢牢锁定你，你不管再怎么瞎胡晃，你的人都是居中的。那你拍摄一些美食啊，边走边记录自己讲话呀，都远比手机或者运动相机的效果更好，成功率更高。第3点，便于携带，不冒犯。比方说我要拍摄一个旅行 vlog， 就是一些琐碎的画面，那我拿着它拍，几乎不会有人感到冒犯，我就随便拍就行了。但假如我这时候掏出一个 A7S3， 别人可能就会很警惕，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就会阻止你或者质问你啊，你在干嘛呀之类的。Pocket 3的侵略性就会更弱一些。时间有限，快速简短的讲几个缺点。第一，不开主角跟随的话，假如你是边走边拍，那这个云台拍着拍着就偏了。比方说我此时此刻拿着双击回正，然后左右再回来，它的云台并不是正对着我的，有可能偏向这边，有可能偏向这边。我想要正对着我，就需要再双击回正。第二，自动曝光的策略依然以亮为主，在需要强调明暗关系的地方，它仍然会选择把周遭的一切都打亮，看起来质感就会差一些。那在这件事上 iPhone 就做得比较好。第三，单一颗广角镜头确实比较单调了一些，没有办法增加内容的丰富性当然了，这是我的需求，并不是它的缺点。而数码变焦的裁切又牺牲了画质，你还不如后期进行缩放。那我非常非常希望下一代能够多一颗长焦，求求了。第四，希望这个开机速度再快一些。第五，
机身和小脚架之间需要一个转接件来解决充电接口和1/4螺口之间的冲突。增加了这个转接件以后，长了很多，便携性也差了很多。希望下一代能够对此进行一些优化。OK， 以上就是我的分享。总的来说 ，Pocket 3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帮助，可以说是我今年最超值的一笔投资。前几个我都没有啊，但是055的这个我总算是有同款了。不过在我这儿呢 ，Pocket 3不咋拍人，而是用来拍车。用致死量的单面胶这么一粘，它的镜头就会锁着车，只要不是离得太远或者是超出线位，基本上都不会跟丢，稳如老狗，成片也贼酷。更高级的拍摄设备也不是没有看过，只是……那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嗨，我说啥？感谢切里的邀请啊！说今年最好玩的消费，我说的这个绝对全场最佳，好吧？这玩意可以说是回头率究极爆表，炸街神技，路人看过了也不忍羡慕。当，就是这玩意啊！第一眼看去，你们觉得是什么？我猜这个时候就有大聪明说了，这不就是个行李箱吗？错，这个玩意叫电动可变形行李箱，行走的酷里南。每逢我去机场、高铁站，特别是深圳跟北京的机场，走过的小伙伴都知道，那家伙你不走20分钟以上，根本到不了登机口。但这玩意啊，只需要5到7分钟，甚至从你下车那一刻，你就可以一路骑行到登机口。我指的是飞机舱门口。在这个过程中，回头率简直不亚于库里南。从买这玩意以来啊，至少不下有50号人问我这玩意是什么，去哪里买。这过程中甚至还有国外的友人。久而久之，在这么多人搭讪之下呢，我就变了。原本大家都知道我是非常害羞的，但就是这玩意让我的脸皮牢牢的加厚了一层，可以说是社牛居家出差之必备神器——电动行李箱。这个行李箱可以说是我去年买过的最好玩的东西之一，我愿称之为出差人最好的玩具。为什么是玩具呢？速度贼快，听起来很棒，对吧？但是每一次我都是早早的到登机口，最后还是得老老实实的等走路的小伙伴。一开始跑得快有啥用呢？不过真要说顶级作家，还得是接下来的这一位。你好，我是陈宝一。我今年买过最贵最好玩的东西，就是那个兰博基尼卡丁车。这个是叫9号卡丁车，兰博基尼定制款，是花了接近1万块买的，续航最多能跑25公里，方向盘上有4个速度档位可以调节，最大速度甚至能到45公里每小时。配合旁边的手刹和胯下模拟发动机声浪的音响，它这个位置就基本上只有你能听到，就只轰你一个人，你真的是可以一边嗡嗡嗡一边漂移。当然我一直没学会漂移啊，我只能甩轨。然后还不止于此，这个卡丁车的本体其实是一个双轮平衡车，卡丁车只是这个平衡车的一个小配件，配合其他配件的话，它还可以变成腿控平衡车、手控平衡车，甚至是电动轮椅。我上学的时候骑了8年平衡车啊，前段时间也是天天晚上开轮椅遛狗。七七这段时间考驾照也是骑手控平衡车模式去学车的，可以说是又实用又好玩，连路人都赞不绝口。比我想象中的要猛多了。哇塞，这个加速，这个推背感比我电动车都快。但是它唯一的缺点呢，就是贵，车子接近1万，配件加起来1万多。所以如果要我推荐的话，我建议选9号给小米做的那个版本啊。众所周知，9号是小米生态链企业，而小米生态链品牌的产品一旦贴上了小米的标，通常那个价格就要打骨折。小米那个版本的卡丁车好像是一套下来只要不到1半的价格，就4000出头，然后它适配度还贼高，什么都能适配。你再花1000多买一个轮椅套件，就6000左右吧，轮椅、卡丁车2个全部拿下。但缺点是它的性能也会打骨折，它续航只有13，速度只有24，基本就是对半砍，所以就看各位愿不愿意花1半的价格去买1半的性能。还别说啊，鲍一智介绍的都给我整心动了，而且没有想到的是，他为了模拟声浪，甚至还给你整个音响，还有那个电动轮椅，要是给每一个小伙伴都整一个，以后开会聊天的时候，岂不是就1排轮椅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大家好，我是智能路障，感谢切里的邀请。今年最好玩的一笔消费是购买了 PSVR 2，哥们儿买这个纯属被骗的。发售前就有很多媒体放出小道消息，说威社和索尼达成了合作，半条命艾利克斯会登陆 PSVR 2平台。我挺想玩这个神作的，所以首发就买了。后来我发现不止情报有误，游戏阵容也非常让人失望。但是不得不说，那个地平线山之呼唤的画面表现是真的绝了。现在这个游戏已经是客人来我们家必须体验的项目了。有一些40-50岁从来不接触电子游戏的长辈，第一次感受到游戏的震撼。来到游戏的悬崖边时，不小心掉了下去，现实中他们也吓到一屁股坐到了地上。我和女朋友去迪士尼，
排了好久的队才坐上热门项目《飞越地平线》，但我们很失望，因为玩过了《山之呼唤》，觉得《飞越地平线》那块屏幕画面表现太差了。但是这个平台游戏阵容真的很贫瘠，人家 Quest 3购买就送《阿斯加德之怒2》，体量大又好玩，我是真的馋。希望索尼给力点，以后能多发售一点好玩的 VR 游戏。总的来说啊 ，PSVR 2目前最大的问题就还是游戏库。如果这不是索尼，我都以为它要凉了。如果不是年末索尼又整了个 PS Portal， 我甚至觉得 PSVR 2可能是今年最失败的索尼 PlayStation 产品。不过游戏库几乎是所有 VR 设备的硬伤，只是这一点在 PSVR 2上面更加明显。如果你不是一个硬核的 PS 玩家，那作为 PS 主机 DLC 的 PSVR 2大概率是不适合你的。那么有请下一位。Hello， 大家早晨。对，要说我2023年最好玩的一笔花销，我觉得是我买的扫拖机器人，当时是4179买的，因为我这个人很懒，虽然我是处女座，但我真的不爱做家务，更别说扫地拖地了。但是呢，我又是一个穿搭博主，有时候开箱衣服啊，地上会有很多线头、灰尘，包括我掉头发很严重。但我的拍摄背景又在我的家里面，在这面墙上，所以有时候呢，为了赶这个拍摄进度，我必须短时间内保证我家地面的干净才能开机。这个时候呢，我就可以让我家的扫拖机器人自定义区域的去清洁我想清洁的地方，它去拖地，我去换衣服，快速搞定。而且它还可以自己洗抹布，也不用我管，能让我觉得省事儿、方便的，对我来说都是好东西，都是值得的花销。最逗的是，我给我家机器人取名叫大叔，因为我家上了一个扫拖机器人叫大哥，擦玻璃机器人叫大姐，相亲相爱的一群机器人。你们好好去干活，我去躺着。扫地机器人或者是扫地机这玩意儿是真的很挑人。之前我做洗地机的那一期视频买回来的那些洗地机呢，现在已经分别散落在工作室的这里、甚至是这里，就是没有人用啊。不知道屏幕前的小伙伴们觉得扫拖机器人怎么样呢？那么有请下一位。各位好，我是数码区的新 UP 超超。今年我买过最贵、最好玩的东西是这台1988年的 Next Cube， 这是乔布斯离开苹果后发布的第一款产品。我搞来是为了做视频，这台机器从没在国内发售过，非常稀有，所以这是国内首个 Next 电脑的实际演示视频。但严格意义上讲，这台电脑并不是我买的，而是我从一位大佬手里租来的，押金5万，月租3000，我租了2个多月。但是拍摄的过程中，它的开机键不知怎么的就坏了，所以我只能用短接开机的方式拍完了视频。可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押金也许就退不回来了，也就是说，我真的会花56000块钱把它买下来，一时之间不知道是该开心还是该难过。1988年的时候，它的售价是6500美元，所以如果不考虑通货膨胀，单从数字上来看的话，它还挺保值的。这台电脑带来的系统是各位今天使用的 macOS 的前身，它创造了非常多传奇的故事。随便说一个，万维网就是用这款机器发明出来的。乔布斯本人曾经对这款产品寄予厚望，但遗憾的是，它最终只卖了5万多台，是乔布斯当年销量最低的产品，非常惨淡。同样非常惨淡的还有我这期视频的播放量，截止到目前也只有5万多，是我这3年里做过播放量最低的视频，可以说是完美的呼应上。但是无论如何，制作视频的过程还是充满快乐的，能够亲自上手这款非常传奇的产品，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经历啊！就是希望租购这台电脑的大佬可以网开一面，给我一个退押金的机会。感谢谢谢的邀请，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就最近几天，为了做视频，我们也整坏了一台设备。为了测试手机屏幕的最高亮度，我们不但整了一台价值20万的测试设备，还用了个300瓦的灯。结果，我们用灯去照，把这个膜给烤焦了。烤糊的不是膜，是屏幕被烤糊了。行，再买一台吧。好消息是它没有5万那么贵，但如果说前面各位 UP 主们的消费我还没有很强的代入感，那接下来的这位就不一样了。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白。要说今年我们最大的消费，当然是这10箱手机。你今年购入了哪台手机？大家可以评论弹幕一下啊，刚才开个小玩笑啊。今年最大的单笔消费的话，那肯定就是我们这间全新的工作室了啊！之前我们频道专门发过视频啊，这是一间606平米的新工作室啊，这都不是我今年最大的消费，这应该是我活到这么大最大的一个单笔消费啊！从装修到家具到网络到灯光等等等等吧，全部都加在一起，应该是超过了80万啊！我们分为了3个影棚啊，我们全新制了一个90平米的单体棚，可以让我们团队的小伙伴同时进行5到6个项目。中间大厅我们设置了一个 logo 墙，这个 logo 墙的整体
体比例和我们的视频比例也是一样的。全新的数据测试室，还有全新的会议室都更大了，还有专门的餐厅、水吧，让我们的小伙伴们工作得更加舒心。这就是我今年最大的单笔消费，而且这还不是我自己，可以让我们的小伙伴们一起舒服啊！我觉得这是一个让人非常开心的事情。启用新的工作室之后，大家更加舒服，工作起来效率也更高，氛围也更好了。这80万当时一笔一笔花出去的时候，这后槽牙真的都咬碎了啊！但是我觉得非常值得，小伙伴们非常开心。知道的小伙伴应该知道啊，今年我们也搬了新的场地，工作室里面甚至给猫猫都准备了休息区。搬家之后，新场地也来了不少的朋友参观，堪称2023年深圳光明区 UP 主打卡点。感兴趣的小伙伴也可以看一下我之前的这期视频。不过上一次只是大概带大家逛了逛，还有很多很有意思的设备，还有一些在装修的时候我的设计想法都还没来得及给大家展示。之后呢，还会再出一期视频和大家详细的聊一下，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哦。既然都说到了房子，那接下来的这位就是我们看得起豪宅的。希望我分享一下2023年我最大或者最好玩的一笔消费啊！最近我真的盘了一下，我这个2023年都花了点啥？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好像是我这2023年好像没花什么。我今年都花哪些大钱了？人生3大件：车、房还有啥？车房最大的一笔消费，2023年可能就是这个房贷了。幸亏你提醒我，我这个全年的房贷我看了一下，大概100多，每个月基本上都要上这个数。如果说公司支出的话，今年基本上支出了个将近8位数啊。再就是基酒吧，今年飞了80多次，剩下可能就买点吃的喝的，那个好像也都跟大家都差不太多。我不知道我这个算不算是一个标准案例，如果不是标准案例的话，也请大梨子切里的粉丝们多多这个理解。其他的嘛，好像也没啥了，真没花什么钱，除了彩盘、写文案、拍摄、监制后期以外，那其他时间好像我就留给看看书、撸撸铁、跑跑步这几块，基本上也都是人畜无害的，就比较省钱吧，算是。今年我买个大件是苹果的这个 iPhone 15 Max， 这算是贵的吗？屏幕前有没有和爱叔一样买了属于自己的新房的小伙伴？你们住在新家的感觉又是什么样的呢？好啦，那大家都介绍了这么多超大消费或者是好玩的产品，不知道你们觉得哪个最有意思呢？大家也可以在弹幕或者是评论区里面分享一下自己过去的一年都买了啥好玩的，说不定就有和你一样的小伙伴呢。那么最后，在即将到来的龙年里面，也预祝各位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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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快乐！扫码进入我们的这个机械臂，看